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之时，包括英国、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在内的至少27个国家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同时，西方国家也进一步加码针对俄罗斯的制裁。美国总统拜登更是声称，发动对俄制裁是避免第3次世界大战的唯一选择。不过，有观察指出，西方世界掀起的这波反俄浪潮，不仅凸显了各国在对俄政策上仍存分歧，更暴露了北约的日渐脆弱。来看报道。当地时间周六，美国总统拜登在就俄乌局势接受采访时声称，发动对俄制裁是避免第3次世界大战的唯一选择，并称他的目标是确保北约和欧盟保持一致。We've seen sanctions get imposed on Putin after Georgia in 2008, after Crimea in 2014, election hacking in 2016. Nothing like this, though. Look, you have two options. Start a third world war, go to war with Russia physically, or two, make sure that a country that acts so contrary to international law ends up paying a price for having done it. 此前一天，白宫宣布美国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俄外长拉夫罗夫实施制裁，这也是自21号以来，美国连续第5天对俄罗斯以及顿巴斯地区采取制裁措施。据美财政部周五发表的声明，美国还同时将俄国防部长绍伊古、俄国防部第1副部长兼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列入制裁名单。拜登在采访中称，美国正在对俄罗斯实施有史以来最广泛的制裁，俄罗斯将在长期和短期内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他补充说，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之际，他的首要目标是保持北约和欧盟的团结。这场冲突正在使欧洲和北约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One thing I think that Putin thought he could do was split NATO, creating a great aperture for him to be able to walk through. Right. And that hasn't happened. We have to stay the course with the rest of our allies. And in the meantime, we're supplying defensive weaponry and economic assistance to Ukraine. And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we stay the course. 同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美国将提供价值3.5亿美元的武器援助，这是美国继2021年先后向乌方追加价值6000万美元和2亿美元的2批军事援助之后采取的进一步举措。自去年以来，美国向乌方提供的军事援助总价已超过10亿美元。其实从拜登的表述当中，我们会看到的，他实际上并不是示强，而是在解释当前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另外呢，还可以看到的是，美国在借机拉拢同盟体系的进一步的团结，既要让北约内部的盟友感觉到美国的强势，又要呢使北约盟友对美国放心，同样呢也要使国际社会更多的对美国产生一种所谓的向心力，对美国眼中的其他的战略对手在进行一些威慑。那同样呢，也在对俄罗斯进一步的来进行这种制裁上加码的信息的释放。与此同时，多方也表态将对乌克兰提供援助。当地时间周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时表示，联合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同一天，英国首相约翰逊在访问牛津郡布莱兹诺顿皇家空军基地时表示，英国正在向乌克兰运送人道主义、军事和金融物资。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六再次主持召开防御委员会会议，商讨应对当前乌克兰局势。据爱丽舍宫稍早前消息，法国的主要目的是避免乌克兰政府的彻底垮台，并使得双方立即停火。此前一天，法国国民议会长费朗在国民议会表示，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3亿欧元的援助金，并准备向乌方提供所需的防御设备。法军方还表示，法方同时也正考虑向乌军援助进攻性武器装备。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奉行不向冲突地区运送武器政策的德国也一反常态，加入了对乌克兰援助的队伍。德国总理舒尔茨在社交媒体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1000枚反坦克武器和500枚毒刺级地对空导弹。舒尔茨表示，德国有责任尽其所能地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军队。此外，德国国防部表态称，已批准从荷兰向乌克兰运送400枚手持火箭推进榴弹发射器，批准已得到总理府的确认，火箭榴弹来自德国军方的库存。
此前，柏林方面只向乌克兰提供了大约5000顶军用头盔和一家野战医院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这一做法遭到了德国盟国的嘲笑，也惹恼了乌克兰驻德国大使梅尔尼克。这位乌克兰外交官曾多次向德国求援，不光没有得到回应，还遭到德国的政客们的冷言相向。波兰媒体更介绍说，当梅尔尼克再次向德国方面求援时，德国的政客们居然说出：“你们乌克兰反正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现在帮你们已经没有意义了。”以至于把很久没有哭过的他气得大声痛哭。此外，连日来梅尔尼克还多次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了对德国政府的不满，并讽刺德国虚伪。德国此前针对乌克兰的形势一直是与美国保持着相对的距离的。同时呢，在北约内部，在欧洲内部，很多国家对于德国也提出了不满。那么德国会计算是不是要为了自己的底线和坚持来损害德国在欧洲的长期的形象，在进行权衡之后，某种程度也做出了妥协。在下一阶段，德国非常清楚的是，俄罗斯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对乌克兰进行打击，甚至不是拿下乌克兰。但是呢，在欧洲安全问题、欧洲安全框架未来建构的过程当中，俄罗斯必然要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而此时对于德国来说，德国如何来确定自己的立场，同样是一种艰难的抉择。在向乌克兰输送军火之际，西方国家进一步加码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而俄方回应称，西方的这些做法是无能的表现。俄罗斯同美国已经很久没有过正常的贸易往来，制裁不过是一个伪概念。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对解决乌克兰危机不感兴趣，北约在俄罗斯邻国领土上发展军事存在，利用邻国资源遏制俄罗斯，俄方无法忽视这种对抗行为，特别是在俄方核心安全诉求没有得到回应时。在周六的采访中，美国总统拜登公开谈及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可能性。而就在前一天，扎哈罗娃曾警告，若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将面临严重军事和政治后果。其实呢，拜登是深知现在出现如此的局面，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让乌克兰全境陷入战火。对很多国家来说，他们即使不能下定决心加入北约，但是对俄罗斯产生更多的质疑，会向北约靠拢。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也是美国所希望能够看到的一种所谓的在当前战事中产生的对美有利的一些影响。更令外界关注的是，美国和欧盟、英国及加拿大周六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禁止俄罗斯的几家主要银行使用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国际结算系统。目前该系统拥有约 1.1万成员，其中包括近300家俄罗斯银行。如果这些俄罗斯银行被移除出这一系统，占俄罗斯财政总收入的40%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益将被切断，其经济会立即受到重大影响，包括本国货币大幅波动以及大量资本的外逃。更令人忧心的是，西方社会动用的这项金融制裁所产生的影响将不仅仅局限于俄罗斯，更会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创。《华尔街日报》认为，将俄罗斯从 SWIFT 中移出可能带来经济上的反噬。同时，倘若缺失了俄罗斯占全球 GDP 2%的经济规模，这个全球数一数二的石油出口国在中断供应，那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损害。日本经济新闻也在报道中表示，对俄制裁还会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影响。报道认为，欧洲金融机构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一直未能恢复，对俄制裁将成为影响世界金融体系的新因素。还有业内人士表示，如西方 SWIFT 禁令不留余地，欧洲与俄罗斯的能源交易只能去美元化，那将是美元霸权瓦解的开始。事实上，在是否切断俄罗斯同 SWIFT 联系的问题上，美国诸多盟友的态度出现过分歧。西方国家并不打算制裁俄罗斯所有的银行。有学者评估，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所能采取的措施中，将其从 SWIFT 中全部移除是一条不能碰的红线，否则可能导致系统的危机。